6月17号，菲律宾再次非法闯入仁爱礁临近海域，并且蓄意制造碰撞事件。在中方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事情真相后，菲方不仅狡辩，而且还到处卖惨，抹黑中国海警的执法行动。对此，中方不仅发布登船检查现场画面以正视听，外交部还一连2天进行回应，指出菲方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在中方发布17号的执法画面后，菲律宾在国际社会开启新一轮卖惨行动。多家非媒引述所谓消息人士报道称，菲方此次的运捕行动被中方的反制挫败，并付出7人受伤、1人断指、8枪被缴、1船破损等代价。非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布劳纳19号则指责中国海警是所谓非法登船，要求中方归还其枪支和装备并赔偿损失。在这场菲方特意举办的发布会上，布劳纳多次刻意强调菲方人员赤手空拳。对于菲方携带的枪支，布劳纳辩解称是为驻扎在坐滩军舰马德雷山号上的非军士兵准备的。菲律宾媒体报道透露，菲军方还要求菲方船员不得在冲突中显示该枪支，可见其是故意要营造冲突中的弱者形象。此外，演戏演全套，布劳纳甚至还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将一枚勋章别在了一位受伤的海军军官身上。对于菲律宾军方称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登上菲律宾船只并收缴了菲方枪支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回应表示，菲律宾不顾中方劝阻，执意侵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中国海警现场采取的执法措施专业克制，旨在拦阻菲方的船只非法运捕，没有对菲方的人员直接采取措施。20号，针对相关问题，林健再次回应表示，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主权，合法合理，专业克制，无可非议。菲方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菲方此次行动根本不是什么人道主义物资补给，菲方的船只不仅夹带建筑材料，还偷运武器装备，故意冲撞中方的船只，非人员还对中方的执法人员泼水、投掷物品等。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敦促菲方立即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否则后果自负。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林健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证据，对菲方的倒打一耙予以驳斥。这首先显示了中方在现场的执法过程经得起细究和考验。相关执法人员一方面对于所谓的运补船到底是物资补给还是偷运建筑材料、武器装备，一定是有着准确的判断。那另一方面，对于菲方各种各样可能的行为，也有着完善的预备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做到合法合理、专业克制。针对菲方的最新运捕行动，外界还关注到一个细节。非媒披露，菲方此次行动由非武装部队主导，非海岸警卫队只负责提供秘密支持，非海军的特种作战大队也参与了此次任务。非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列拉早些时候甚至公开表示，此次补给任务纯粹是一次军事行动，菲方的相关调整意味着菲律宾政府试图升级局势，由海上军事力量而不是海上执法力量参与到对仁爱礁的侵权行动。从菲律宾国内的角度来看，其重要的一个推手呢，就是菲律宾的军方，因为菲律宾的军方呢也要力主所谓要在南海地区呢对华采取这种强硬的姿态。那么此轮的整个南海紧张局势的升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暗合了菲律宾军方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这种所谓的主张。中国海警在此次行动中首次对非运补船只进行登临检查，也引发外界关注。中方19号公布的中国海警执法现场画面显示，中国海警出动橡皮艇和冲锋舟，以前后夹击的方式强制驱离菲军的运补小艇。此外，中国海警执法人员还登临菲军的运补硬壳充气艇开展检查工作，并在菲方小艇上搜出防弹衣等物品，部分菲方人员配合检查。事实上，这是自6月15号中国海警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正式实施后，中国海警首次开展对外执法行动。新规明确了中国海警在中国管辖海域登临检查的方法，可以检查各类设施、设备和器材的配备、安装、运行情况以及货物物品。发现监管对象存在涉嫌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
而菲方运补船上所搭载的相关物品，无论是加固船体的建筑材料，还是可能威胁到中国海警执法安全的枪支弹药，都在中方依法进行检查的范围之内。中国海警此次行动中，除了登临检查外，还有警告阻拦和强制驱离这2项管制措施。深圳卫视注意到，强制驱离这一表述是第一次出现，与单纯的驱离相比，强制驱离一词所代表的执法力度显然要大得多。而从中方发布的现场执法图上可以清晰看到，菲方运补船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船，蓄意制造碰撞事件，中方选择强制驱离，也是根据现场情况做出的合理选择。此次中方的海警执法力量，那么采取的这种登船检查这个措施呢，也是符合一般的这种国际惯例的这种海洋执法这种措施，那么也能体现出我们中方呢这种有效应对菲律宾这种在南海地区不断挑起紧张局势的这种能力和决心。针对菲律宾屡屡在国际舆论场卖惨博眼球的做法，中方继续发布有关影像以正视听。中国海警20号通过《环球时报》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中国海警近日在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行动期间，在菲方非法坐滩军舰周边夺回了日前被菲方盗走的中国渔民布设的渔网，并向中国渔民归还菲方盗窃赃物。自5月15号开始，菲方人员多次对中国渔民所放渔网实施破坏。据统计，总长超2000米的中国渔民所放渔网遭到破坏，多张渔网被切割，累计超过100米的渔网被盗走。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人员还使用偷来的渔网在仁爱礁西湖内捕鱼以补充食材。菲方的偷盗行为破坏了中国渔民的正常渔业行为，使中国渔民遭受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中国渔民的生计。实际上，菲律宾在南海以各种方式挑衅，离不开美国在背后撑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通电话时，再次无理指责中方，重申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承诺。Stand by our Philippine allies. 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在社交网站上发文配合炒作这一话题时，只抹黑中国，却对菲律宾试图运补建筑材料等非人道主义物资的行为只字不提。对于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近期的发言一语道破真相。他在法国席勒研究所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南海问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把菲律宾当工具，而不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不会陷你于灾难之中。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fight and engage China and win. We will not beat the Chinese. We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and we know this, and yet we're using the Philippines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of potential conflict with the Chinese. Please understand that for the Filipino people, this is a recipe for disaster. You think America is your friend. So too did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they are dying by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Friends don't let friends die in those quantities. The Ukrainians have been displaced by the tens of millions. Friends don't let friends have their cities destroyed in this manner. Friends don't let friends have families separated, have mothers and children destined to a life of refugee status and perpetual poverty. That's not how friends behave. America has never been the friend of the Ukrainians, and we are not the friends of the Filipinos. 那么美国在最近的这一个时期的话呢，也在不停的通过这个拱火支招怂恿菲律宾要重新发起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提出所谓的外大陆架协议等这种方式呢，来这个配合美国推进新一轮印太这个战略的这个举动。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呢是美国的大选年，在目前整个美国国内党争极化的这个大的条件之下，那么这个通过在南海地区不断的搅局，强化这种所谓这个对华战略竞争的这种态势，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服务于美国国内党争的这种政治利益需要。中方挫败了菲方对仁爱礁坐滩军舰的补给，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吗？记得在今年春节期间，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与所谓的渔民轮番对中国的黄岩岛主权发起新一轮冲击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预判。我认为，虽然台独金孙赖清德上台了，但台海局势仍然会处于有惊无险的状态。相反，倒是中菲南海主权之争的态势有可能会走向激化，因为种种迹象都显示出，假如没有办法
运送建筑材料进行有效的加固，菲律宾在仁爱礁上坐滩的那艘破军舰马上就要顶不住了。如此一来，菲方吃尽苦头，在仁爱礁上坐滩的25年的苦劳就将前功尽弃了。在这种情况下，绝望中的菲律宾当局一定会困兽犹斗，不惜一切代价加固那艘破军舰，而中方也一定会采取强硬手段粉碎菲方的补给图谋，双方的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升级。那么毫无疑问，本周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中菲南海主权之争走向升级的典型体现。这一事件创造了中菲南海主权之争的多个首次，这是菲律宾方面第一次将中菲之间行政执法层面的冲突上升到了军事冲突层面。菲方第一次出动了海军特种部队，第一次动用了海军冲锋艇，第一次在船头架起了机关枪。同时，按照菲律宾自己的说法，这也是菲方第一次在中菲南海主权之争中吃这么大的亏，第一次有海军陆战队员在冲突中受伤，第一次有枪支被中方缴获。当然，这也是中国海警在新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出台之后，第一次对菲方非法入侵船只进行登临检查，第一次对菲方入侵人员采取强制行动。而在菲律宾方面主动打开这个潘多拉的魔盒，也就是在中菲南海主权之争中直接出动军队之后，未来事态进一步升级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菲律宾方面升级了事态，出动了军队，但中方仍然是保持了相对的克制，并没有对等的出动海军进行反制，而是一如既往的出动海警进行了行政执法。同时，中国海警也没有根据新的执法指引扣留菲方入侵人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场中菲冲突的最终结果仍然是中方完胜，菲律宾完败。这背后实际上再度反映出了中菲两国在硬实力方面的巨大且难以弥补的差距。假如菲律宾方面要是明智的话，就应该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知难而退。既然中菲两国在硬实力方面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那菲律宾方面为什么还要不自量力、一意孤行地对中国的南海主权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挑衅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以马克思总统为首的菲律宾政权当中，强硬派与亲美派对于当前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缺乏最为起码的判断能力，甚至是缺乏最为起码的政治智慧，以至于在中菲南海主权之争上出现了严重且低级的战略误判。首先是过于迷信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分方案，尤其是过于迷信所谓的国际仲裁结果，却对中国主张的南海9段线依据视而不见，尤其是对中国的大国实力视而不见。要知道，假如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方案，尤其是所谓的国际仲裁结果管用，那在阿根廷家门口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早就归属于阿根廷，而不是属于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了。同时，距离美国10万8千里的关岛与夏威夷也不会属于美国了。位处大西洋的法国也不会在太平洋上拥有那么多的所谓法属群岛了。其次，在解决中菲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不知道远亲不如近邻，而是一味的舍近求远，过于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也就是舍弃东盟这个近邻不要，企图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来向中国施压。而在事实上，鉴于中国与东盟的传统友好关系，假如菲律宾依托东盟这个组织好好坐下来跟中国谈判，尤其是好好共同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菲律宾的一些合理诉求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你一旦迷信和引入外来和尚，反而会导致事态发生质变。中国偏偏会不信邪，菲律宾的诉求反而会得不到满足。那菲律宾对美国的意图和当前的国际形势究竟存在哪些误判呢？刘先生，菲律宾的第一个误判是误以为一旦抱上世界头号军事霸主美国的粗腿，立马就可以起到扯虎皮做大旗的效应，中国就会立马向菲律宾服软。然而不要忘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你美国虽然是世界上的头号军事强权，然而南海却是
尽在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在自己的家门口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不仅有能力，更是有决心和耐心的。而美国真的会为了菲律宾的贪婪与不合理的诉求，而跟中国在南海大打一仗吗？第二大误判是误判了美国的战略企图。此前我曾经说过，美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就是不在南海，而在台海。美国在中菲南海主权纠纷上帮助菲律宾，尤其是大幅增加驻菲军事基地，目的是冲着台海而来的，也就是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可以利用驻菲军事基地封锁巴士海峡，防止解放军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到台湾东部的外海，对台湾形成包夹效应。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中菲南海主权之争上，美国是将菲律宾当成了棋子和工具，甚至是当成了被美国卖了还要帮美国数钱的傻子。第三大误判就是对美菲共同防卫条约的错误理解，以及对于美方信口开河的承诺过于轻信。要知道，中菲发生主权纠纷与行政执法争议的地方，并不是在菲律宾本土，而是在中国拥有主权的南海岛礁上，或者至少是在中菲存在争议的南海岛礁上。这里并不是属于美菲共同防卫条约的保护范围。再加上中方自始至终动用的只是海上执法力量，并没有动用正规军队，而美国既没有权利在这里搞行政执法，更没有部署行政执法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正当理由出动美国的海军来对付中国的海警？这就是中菲南海主权冲突虽然出现了升级，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却始终停留在口炮上的原因。第四大误判就是对当前国际局势的错误判断。没有错，美国正在主动挑起对华新冷战，拜登政府正在全力部署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帮助菲律宾跟中国在南海发生直接冲突。为了尽快解决俄乌战事，美国还得想方设法稳定住中国，防止中俄关系进一步走近。在这个大背景下，假如中菲南海冲突进一步升级，美国不仅不会帮助菲律宾在南海打仗，反而会进一步摁住坏了美国大事的菲律宾。不信的话，我们可以走着瞧。好的，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管尧先生，在您看来，菲律宾南海挑衅闹场是如何借鉴五角大楼的抹黑套路的？中方又该如何应对呢？好的，那么英国路透社曾经爆料，早在去年2月，在菲律宾总统府的战情室内就曾经召开过一场特别会议。当时呢，菲律宾军人出身的国安顾问阿诺，他呢还身兼着所谓南海行动队的负责人。那么他在会上就拍板要公布这个记录中菲海上对峙场景的相关的照片。他甚至强调说，公众有知情权，所以呢要公布照片。那这就被路透社描述为菲方所谓海上争议行动的转折点。那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菲方将其命名为透明政策计划，也就是呢以展示所谓的海上的争议场景来影响并且争取各方的支持。所以这就是菲方在海上争端中的所谓传播策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特别提出2项具体的要求 ：civilianize and internationalize， 也就是说要将争端的场景平民化、国际化。在我看来，这就是菲方所谓争端战略传播的2大目标。马克思明确提出要求，菲律宾必须要全力争取国际支持。我们在南海争端场景中的观众，也包括外国的政府。那么阿诺他据此制定的一个策略，就是在菲律宾海岸卫队的所谓行动中，常态邀请外国记者随行。所以菲律宾方面他的南海挑衅行动的这个策略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持续的发难挑事儿，幻想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事介入与支持；另一方面以各种名目上演各种苦情戏、打悲情牌，试图以颠倒黑白、一叶障目的场景设置与刻意的简洁，对海上挑衅做各种的信息包装，甚至是伪造信息，来妄图抢占信息的制高点，来抢夺事件的解释权，达到影响、塑造乃至欺骗国际民意的这样一个目标。丘吉尔曾经说过，战争中最先倒下的是真相。菲律宾明显也在打这样一种盘算，
在南海争端场景中让真相倒下。菲方这样一种套路，它行得通吗？举个眼前的案例，周一凌晨时分，菲律宾再度闹场仁爱礁，上演所谓强行补给的行动。那么中国海警依法展开海上管制行动，而中国海警的社交媒体官宣呢，几乎是与执法行动同步。第一条快讯是于当天的凌晨4时27分发布的。我认为它的信息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所谓天下功夫，唯快不破。海警小编同样不眠不休的及时的发布，第一时间封堵了信息扭曲的操作空间。我注意到路透社的长篇调查电稿也在爆料说，中方主动发布的菲舰座谈人员枪指中方人员的视频，也令菲方陷入到自辩自证的被动尴尬中。所以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在这样的对峙场景中，也会有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在现场见证记录，发布最真实的场景，向全世界告知真相，和信息操弄扭曲者对峙真相。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已经1个月，1个月来，这位麻烦制造者始终不甘寂寞。除了在岛内大搞蓝绿对立外，在民生议题上也是不断掉链子，更是在两岸问题上处处煽风点火，导致台海局势愈发紧张动荡。这一次，台湾民众真的忍不了了。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在1个月内流失了200万支持者，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上任将满1个月之际，赖清德19号主持记者会，宣布台当局将从气候、健康、防务3个方向成立3大委员会。不过，台湾民众并不领情。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针对赖清德支持度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支持他的比例不到一半。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分析称，和5月相比，赖清德的支持度已下降10个百分点，意味着流失近200万支持者，对赖清德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警讯。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9号表示，这个月来大家最大感受是只看到如同斗鸡一样的民进党主席，这不是台湾之福。他再次提醒赖清德放下权力的傲慢。意识形态的绑架会让很多对全民有利的法案没有办法顺利的通过。放下意识形态，放下权力的傲慢。台媒称，赖清德刚刚上台便充分发挥他偏执极端的性格。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就将赖清德形容为赌徒。郭正亮表示，一般来讲，台湾地区领导人刚上任时都会主张蓝绿和解，赖清德却主打斗争，使岛内陷入严重的对立。那个就职演说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我觉得他就像个赌徒了。就是他就要把他的政治信念讲出来，然后明知道会有一些政治啦、军事上的后果，但还是要这么做，还是要这么做啊。那因为他就赌嘛，你只要没打我就赢了。可是这个当然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可是他没招啊，因为他很难想象他立刻会有这个政绩嘛。国民党籍前民代郑丽文预言，赖清德的声望未来会流失得更为严重。但按照他的性格，民调降越多，他越会杠到底，以证明自己是对的。结果就是降更多，这就是台湾未来4年。第1个月就能够掉10%，这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功力很强啊。但问题是说，这绝对不是谷底，他后面还会掉，而且会越掉越严重。那以赖清德的性格呢，他呢越是民调往下掉，他越不会改。他就越降，他就越要跟你杠到底，他越要证明他是对的，然后他就会掉得更惨。为什么老百姓对他的满意度掉得很快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对他的性格跟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抱有任何的期待了。民调同时显示，台行政部门卓荣泰团队上任首月的施政满意度仅40%出头，在缺电、缺蛋等民生经济相关的问题上，卓荣泰团队毫无作为。台经济部门负责人郭志辉日前谈及电价议题时，甚至还表示，电价不是越便宜越好，不必每房装空调，引发舆论发酵。郭志辉刚说完台湾不缺电，停电事件就频频发生。电够不够？其实这一阵子老百姓管你跳电停电那什么电，就是没有电可以用。怪松鼠、怪老鼠、怪麻雀，就是跳电嘛，讲那么多干什么？
即便是民进党内，也有民意代表批评称，台当局的行政立法横向沟通大有问题，就任满1个月却端不出菜，讥讽其为外星人团队。他有不同方向思考，这都正确的，但是他不能说了干净的河以后，讲了一大堆以后，拍拍屁股说啊，这是他个人的立场。除了民生领域拉胯，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也不断挑起纷争。在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审理过程中，赖清德频繁煽动民进党侧翼及其支持者包围立法机构，导致审理过程中多次爆发肢体冲突，让岛内民众大跌眼镜。最新民调显示，有49.5%的民众认为台立法机构改革对台湾政治有正面帮助。国民党籍民代赖士葆说，禁止官员隐匿说谎，查处贪污，早是社会多数共识，民进党千方百计要阻挡，就是怕被查弊案。过去民进党执政8年，有太多的弊案，大家觉得应该把它查清楚。我们现在有调阅权，可是疫苗相关的资料涂黑的，鸡蛋的部分也是涂黑，甚至于契约都没有。所以老百姓对于调查权这一部分呢，支持度特别高。民进党政府极力来阻止，而且把它政治化，怕被调查。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不仅在岛内操弄蓝绿对立，在两岸关系上也是处处点火，导致台海局势空前紧张。6月16号是黄埔军校100年校庆，赖清德致辞时抛出不接受首战及终战等论调，台湾社会各界纷纷斥责赖清德的话实在太可怕，一副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模样。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在当选及就职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就火速同美国进行2笔军购，总价值超过1.5亿美元，被不少网民嘲弄是保护费交到手软，仍得不到美方一丝温暖。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18号又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2批共约3.6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敦促美方撤销售台武器的错误决定，停止武装台湾。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对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就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需要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美国执意以武助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恶果，以失败告终。台湾时事评论员李义修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赖清德不仅是典型的顽固台独分子，还是斗鸡性格。他压住的虚幻前提是，无论他怎么折腾台独，大陆也不会收拾他。而当他同大陆对抗时，美国则一定会帮助他。这种荒谬的赌徒逻辑，就是拿全体台湾人民做赌注。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战斗派有分成啊，这个猛虎跟斗鸡啊，猛虎跟斗鸡有2个不一样的点啊。猛虎呢，那个是这个攻击力很强哦，那他因为他是有实力的大吼。那斗鸡不一样，斗鸡呢狗狗给这边叫，然后到处乱啄，那事实上他的实力有限，所以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嘛，就赖清德是斗鸡而非猛虎，但他以为他是猛虎而非斗鸡啊，所以赖清德是以台湾2300万人作为那个赌注，而这个赌注发到赌桌上，赌赢了就赢，赌输了就输啊，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风险。针对欧盟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披露，18号约10家中欧主要汽车企业在北京举行闭门会议。与会的中方车企强烈呼吁政府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建议考虑对欧洲生产的大排量汽油车提高进口关税。与此同时，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即将携庞大商业代表团开启访华行程。行前，他发表声明称，中国是德国企业不可或缺的销售和采购市场，传递怎样的信号？来看报道。18号当天，共有4家中国车企、6家欧洲车企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代表出席了在商务部举行的这场闭门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人士透露，与会的中方车企和行业协会均表达了对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出材披露的强烈不满，呼吁政府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建议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范围内，对自欧进口的大排量汽油车实施更高的暂定关税。
进口关税最高可提升至25%。会上有中国车企透露，欧盟在此次反补贴调查中肆意扩大调查范围，要求中企提供电池配方、原材料供应商及采购信息等核心技术数据与商业机密。如果不提供，则会被欧委会认定为不配合，并最终被定出极高的补贴率。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19号发文称，与其说这是反补贴调查，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新能源车企核心竞争力的一次大摸底，是在假借调查之名行窥探中国技术内幕之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欧洲企业的担忧比中国企业更甚，他们第一时间发声反对欧盟对华加征关税的做法。许多欧洲车企在华已深耕几十年，特别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中国市场一直是其重要的营收来源。以德国汽车巨头大众为例，其与中国合资的2家大型制造商占据中国燃油车市场近20%的份额。在这背景下，中方如果真的对欧洲大排量汽油车采取反制措施，无疑将使这些传统欧洲车企遭遇又一重创。再加上许多欧洲传统车企本身也正处于新能源转型阶段，跟中方在技术上的合作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很多产品都准备销往欧洲和世界各地。参加此次闭门会的欧洲车企就表示，希望中欧双方尽快开启谈判，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升级。对于电动汽车这样领先的绿色产品加征关税，这无疑是损害到了无论是欧盟自身的这种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整个进程，乃至于中欧之间在经贸领域加强互信，那么不断的通过合作来取得成功的这种历史逻辑。那么这个也是无论是德国还是整个欧洲需要逐步去认同的这样一个现实。连日来，中国多部门对欧洲拟加征关税的做法表达严正立场。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谢夫乔维奇，共同举行第5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期间，中方特别针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表明了态度，称欧盟做法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双方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并强调中方维护自身正当合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事实上，在外界担忧中欧贸易战或将升级的关键时刻，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布消息指，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计划于21号到23号访华。根据德方披露的行程安排，哈贝克此次访华期间将与中方讨论双边关系、当前的经济、能源和气候政策问题等。除了北京，他还将访问上海和杭州，参访位于上海的宝马汽车研发中心，在杭州与大学生交流讨论，并参观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总部。哈贝克在行前表示，中国是德国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同时，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创新中心以及采购和销售市场，对许多德国企业来说仍然非常重要。与德国总理舒尔茨4月访华时类似，哈贝克此行也将率领一个庞大的德国企业代表团。不同的是，此次与哈贝克同行的代表团主要由中小型企业组成，包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沃斯、金属加工公司肖德、太阳能初创公司恩宝等，涵盖医疗、汽车工业、金属加工、气候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知情德方官员透露，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获得更多关注。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言人就表示，哈贝克访华期间将无法避免地谈到加征关税问题。他不会代表欧盟委员会进行发言或谈判，但将推动探讨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有消息人士称，德方相信在这些关税生效前，仍有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空间，对找到解决方案感到乐观。那么哈贝克副总理他作为德国的这个经济部长，那么也是高度关切当前这个德国经济，德国政府还是要代表着德国企业的这个商业利益。那么实际上呢，这些企业，那么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这种开放的市场，那么包容的这个环境。那么这恰恰是当前那个中国持续扩大开放所能够提供给德国跟
欧洲企业的。那么哈贝克总理的这次访问呢，也会进一步的通过德国商界的意愿，向整个欧洲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就是要进一步的拥抱这个中国的市场，互利共赢才是这个中欧在动荡变革期共同应对风险跟危机的正确相处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联邦政府目前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3党联合执政，而哈贝克出身的绿党负责掌管外交部和经济部。此前一贯主张采取更强硬态度，调整对华经贸关系，哈贝克本人也是如此。德国商报分析称，但鉴于德国经济疲软以及绿党在欧洲大选中的惨败，哈贝克今年对华表态更趋理性，此次访华基调预计也将更加温和。此外，去年7月，由绿党牵头发布了联邦德国历史上首份作为文件出台的中国战略，其中的核心概念便是对华去风险以及减少依赖。但外界注意到，今年以来德国对外已大大弱化这一概念。4月访华时，舒尔茨也似乎已经完全忘记当初提到的对华减少依赖这回事。随他出访的大型德国企业代表无不渴望继续扩大在华业务。美国《纽约时报》也称，有关减少对华依赖的言论已被要求外国公司平等进入中国市场的呼声所取代。分析人士指出，去年德国汽车制造商近1/3的销售额来自中国，中国还是德国3大汽车制造商大众、宝马、奔驰的最大单一市场。中德之间经济挂钩之深，让德国政府意识到对华去风险不仅不现实，对德国自身经济也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德国的政治家也是逐步的认识到中德经贸合作的这种互利共赢性以及不可替代性，这种去风险它不能去中国化，那么也不能以去风险之名行脱钩断链之实，逐步的去损害到企业以及国家之间的正常经济利益。在结束对朝鲜访问后，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凌晨乘专机抵达越南河内继续访问。这是普京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他第5次到访越南。抵越之前，普京在越共机关报《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感谢越南对于乌克兰问题采取慎重立场，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加强与越南的双边关系发展合作。当天，普京还与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普京此访继续推进向东看政策，与亚洲国家强化关系、深化合作，出于何种考虑？来看报道。20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机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始为期2天的越南国事访问。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越南政府副总理陈洪和等到机场迎接。越南方面高度重视普京来访，而这也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于上月22号正式就任后的重要外交亮相。深圳卫视注意到，河内街道挂满越南和俄罗斯国旗，普京专车开往越南主席府沿途，当地学生民众挥舞着俄越2国国旗夹道欢迎。苏林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双方举行了90分钟左右的会谈。在当天下午的联合发布会上，俄越双方通过了关于深化2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此外，双方同意尽快研究和扩大新能源、清洁能源、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合作。双方愿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促进防务与安全合作。据美联社报道，普京与越南方面签署了扩大在教育、科学技术、油气开采和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的多份协议。双方还同意制定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的路线图。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企业准备与越南进行供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合作。他还称，能源是2国双边合作的战略方向。Это мирный атом. На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сооружение во Вьетнаме силами Росатома, Центра ядерной науки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а также подготов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фильных вузах
вьетнам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атомщиков. 然后越南这个国家本身也是在我们说高速发展的这样的国家，它对能源的需求在不断上升。那么俄罗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能源开发的经验那么它可以帮助越南在这个方面能够取得一些就是越南想要的一些成果。所以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在这个军事和能源领域能够产生一些非常积极的两国来讲非常积极的一种合作的效应。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随普京一同访越的有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俄副总理、越俄政府间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俄方主席切尔内申科、司法部长、工业和贸易部长、交通部长、能源部长等多名高级官员。俄罗斯塔斯社认为，俄罗斯总统的国事访问不仅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而且是外交访问的最高级别，这充分体现了越南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这是普京第5次访问越南，也是他再次就任俄总统后的首次。今年是俄越签署友好关系基本原则条约30周年，普京的来访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越南是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之一，在亚洲具有重要战略位置。长久以来，越南一直维持平衡的外交策略。虽然近年来越南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改善，但从未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队伍。普京此访既有巩固传统友好关系、拓展东南亚市场、扩大经贸、军工和远东开发等领域合作的意愿，也希望延续俄罗斯向东看政策，寻求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以打破或减轻西方国家对其施加的压力。不过，法新社分析称，河内不太可能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样公开承诺在乌克兰问题上全力支持普京。多年来，越南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任何大国过于紧密，奉行所谓的竹子外交。竹子外交是对越南奉行的外交路线的总结，因为越南的竹子既柔软又坚韧。越南也希望自己的外交政策如竹子一般灵活创新，且不在任何国家之间选边站队。我们现在看到，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这个俄罗斯现在在逐渐去寻找它的一些传统的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朝鲜，然后越南这样的国家，历史上来讲，从苏联时期我们就有着这个长期的交往的历史，然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也是非常的相近那么对现在的整个世界格局的看法也比较相似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在逐渐走近。在越南前一站，普京高调前往朝鲜，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展开亲密互动，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据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到访朝鲜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赠礼物。金正恩收到了一辆新的奥鲁斯轿车、海军配件和一套茶具。俄方官员称，这是普京送给金正恩的第2辆奥鲁斯轿车。普京也收到朝鲜准备的厚礼。作为资深爱狗人士的普京，曾饲养多只由保加利亚、日本等多国赠送的拉布拉多、保加利亚牧羊犬、秋田犬。这次朝鲜也展开狗狗外交，金正恩赠送普京2只风山犬。风山犬是朝鲜的国宝之一，是一种拥有乳白毛色、尖耳朵和淡褐色双眼的猎犬，以忠诚和灵敏闻名。朝鲜中央电视台19号也播出一段金正恩和普京在玫瑰篱笆上与狗玩乐的画面。新加坡联合早报指，这并非朝鲜首次赠送狗给外国领导人。2018年，朝韩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期间，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也从金正恩手中收到2只白色的风山犬。虽然普京在朝鲜停留不到24小时，但此访日程丰富，成果显著。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强调若任何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将提供协助。普京还表示，不排除开展俄朝军事技术合作。金正恩称，两国已升级为同盟关系。朝鲜方面还授予普京朝鲜最高勋章金日成勋章，而他在离开朝鲜时，虽然已是朝鲜的深夜，金正恩仍前往机场送行。值得注意的是，普京与朝鲜、越南的互动牵动了美国及北约的敏感神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就表示，普京访问朝鲜是要争取一些国家提供俄方所需，延续对乌克兰的战事，并警告我们希望确保在必要时能够让其承受代价和后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同一天称，俄罗斯与朝鲜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应促使西方更加团结。他还补充说，由于
担心俄罗斯支持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下月的北约峰会会加强同亚太伙伴的交流沟通。俄总统专机越南当地时间周4凌晨抵达河内，开启对越南的国事访问。管先生，您对于普京此访有何特别观察吗？普京是在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抵达越南首都的。那么他这一次访越呢，是应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的邀请，也是他时隔7年再度访问越南。就普京此访，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邓明奎吹风表示，俄越两国将会推动在能源、工业和农业等领域来实现双边合作，并且拓展其他范畴的合作机会。本周呢，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会见俄罗斯驻越南大使时，也在强调说，河内始终将俄罗斯视为越南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合作伙伴之一。鉴于在普京访越的前一站朝鲜，俄朝全面合作升级双边关系的军事色彩可谓格外突出。朝中社今天公布了前一天签署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全文，有关朝俄如果处于战争状态，将会毫不犹豫提供军事援助的明确的表述，被普遍视作所谓自动军事介入的这个条款，它的回归再确认。我想这就意味着俄朝军事同盟关系的实质性的再确认。那么这样一个最新态势发展，尤其令韩国感到震惊。韩媒今天普遍是以危险交易来形容最新的条约，警告两个拥核国的全面走近与合作升级正在动摇世界，尤其是东北亚的安全格局。朝鲜日报今天在标题中强调，这是超预期的协议，而中央日报则分析说，俄罗斯不排除向朝鲜专让这种战略武器技术，这将会足以撼动全球的安全。所以外界同样高度关切，此次普京访问越南期间，双方会否在军事安全领域，尤其是军售上达成新协议。就传统而言，俄罗斯一直是越南军备的首席供应国，俄制装备占到越南国防武器库中的6到7成份额。那么越南现有的海军舰艇更几乎是全部来自俄罗斯的进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越南防务问题的专家叫卡尔泰耶，他今天在接受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采访时甚至猜测，不排除在此次访问期间，俄越将会就俄制军备开展易货贸易，达成相关的协议。但美方对于普京访越反应非常强烈，持续发生攻击，您对此又如何看呢？确实，普京访问越南让老美很不爽。无论是驻越大使馆还是白宫国安会，美方的批评措辞都相当严厉，甚至动言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普京提供所谓宣扬侵略战争的平台，恨不得直接来出面叫停这一次访问。这在国际外交场合无疑是相当罕见的一幕。那么，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嘴脸，毫不掩饰干预独立国家外交自主权的这种霸蛮，在最新的嘴仗中可谓是赤裸裸的展现无遗。美方对普京这一次访问越南火大，内情呢可以说有目共睹。首先，美国现在正在以极限的制裁、各种的施压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围堵。美方显然认为普京正常外访，这是对美式围堵遏制的破功。那么更让华盛顿坐不住的是，越南现在是美国全力拉拢的对象。拜登总统去年也访问越南，两国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协议，这被视作是拜登经略印太、经略东盟的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但是呢，你弃之愈切，调门起得越高，现实冲撞的这种反弹与挫败感也就来得愈加的强烈。这大概是美方不顾外交礼仪、气急败坏喊话干预普京访问越南的动因所在。美式霸权逻辑搞阵营对抗就是4个字：非友即敌，绝无中间地带。对此呢，东盟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他们见的还少吗？上周，英国路透社刚刚爆料说，在新冠疫情肆虐世界之际，五角大楼曾经在2020年春天到2021年年中，也就是横跨了特朗普与拜登2个总统的任期，特别呢针对中国产的口罩、核酸自检包以及疫苗发起所谓的专项抹黑行动。请注意，为什么是五角大楼来出手呢？它的行事逻辑是基于战略竞争的需要，是反制美方界定的所谓恶意影响力行动。路透社爆料捅出来之后，五角大楼并没有直接否认，而是振振有词地解释，美国国防部展开反制敌方恶意影响力的系列的行动，这其中也包括所谓信息环境的行动。